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看了李沁的凤冠霞帔，才知道啥叫美人不在皮也不在骨，而在魂。单单是原班人马回归《庆余年2》就已经赢麻了。国产续集难产是不争的事实，但更难的是凑齐原有的阵容。尤其是像《庆余年2》这样能够把大部分主演都找回来的，更是屈指可数。正因为此，我对《庆余年2》的期待之情愈发高涨，内心充满期待和憧憬。通过预告片与剧组的寻映里呈现，第2季的剧情展现出了显著的升级态势，精彩纷呈的名场面层出不穷，让人越发按捺不住内心的期待与激动。无论是范闲在朝堂之上舌战群儒，还是他整顿抱月楼的英勇之举，皆是一场场扣人心弦的大戏，令人瞩目。然而，真正引发众人翘首以盼、心潮澎湃的，无疑是范闲与林婉儿那场盛大的婚礼。范闲如愿娶到鸡腿姑娘，要把最好的都给她。在第1季的剧情里，范闲初抵京都，便与林婉儿邂逅，自此他的内心便如春水涌动，难以平息。这份一见钟情的美好爱情本就如甘甜的糖果，引人入胜。然而，两人之间身份的鸿沟却为这段感情增添了不少曲折与考验。但正是这些困难，使得他们成为了情比金坚的模范情侣，令人羡慕不已。范闲与林婉儿两人情深意重，始终如一。林婉儿因身世之谜而心怀自卑，胆小谨慎。然而正是范闲的出现，如春风化雨般温暖了她的心田，让她重新找回了自我。在范闲孤身闯荡京都的旅程中，林婉儿始终陪伴在他身旁，用她的鼓励为他点燃希望之火。两人之间的默契与契合，无疑是天生一对，完美无缺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范闲对林婉儿心生倾慕。然而若想迎娶佳人，还需先展现自己的实力与才华。因此，他毅然决定亲自率领队伍，踏上前往北齐的征途，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历经无数磨砺与试炼，两人的感情日益坚定。范闲与林婉儿都始终保持着彼此的信仰和坚持，一路并肩走来，不曾言弃。在《庆余年》第2季中，剧情紧凑，毫不拖泥带水。范闲与林婉儿直接步入婚姻殿堂，共赴洞房花烛夜。更令人期待的是，预告片中还展示了两人深情相拥、甜蜜接吻的浪漫画面，甜蜜指数爆表。范闲亦是尽心竭力，深知与林婉儿喜结良缘之路不易，故倾尽所能，将心中最美好的一切悉数奉献于她。预告片中更见二人互换戒指之浪漫场景，洋溢着浓厚的现代气息，足以将观众情感完全捕获。可以说，这对新人的婚礼场景既彰显了古典中式的庄重与正式，又融入了现代的时尚元素，完美呈现出了两人心心相印、共度余生的美好愿景。这两位演员的默契程度可谓出类拔萃，演技更是堪称一流。观察范闲的眼神，满眼都是对林婉儿的深深眷恋，那份深情厚谊已然溢于言表，令人不禁又为之倾倒，陶醉于这对佳人的魅力之中。在此前的寻映礼活动中，剧方曾明确宣布，本季的林婉儿已然脱胎换骨，不再是单纯作为剧情的陪衬存在。她已掌握了一项崭新的技能，转而成为范闲身边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。这一转变标志着两人关系升级，共同构成了一对实力出众、相互扶持的夫妻档。这次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李沁的表现将赢得大家的赞赏，不再受到任何非议。李沁凤冠霞帔美出新高度，这才是一眼入魂的美人。这场盛大的婚礼盛宴中，张若昀诠释的范闲依旧保持着那份独特的帅气风采，
然而，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却是李沁的出色表现。身着红裳，对演员的气质可谓是一大考验。稍有不足，或气质稍弱，亦或是容颜平凡，皆难以驾驭如此绚丽夺目的婚礼服饰。欣赏李沁身着凤冠霞帔的模样，她不仅美得让人眼前一亮，更带给人们一种惊艳绝伦的视觉享受。此刻，我们方才领悟，真正的美，并非在于骨肉之躯，而在于灵魂深处的璀璨与光彩。相较于李沁在剧中呈现的其他古装形象，这套红色婚服的设计风格显然独树一帜，妆容更为细腻华美，凸显出李沁独特的魅力，使她瞬间化身为一位风姿绰约的浓颜系美女，令人惊艳不已。她既有名门淑女的娴静雅致，又不失亲民少女的灵动可爱，更在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女主角的非凡风采。李沁以其肤若凝脂、貌若天仙的姿容，不仅完美驾驭了这一形象，更将那股不容忽视的强大气场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这段演绎中，李沁所诠释的林婉儿已不再是曾经那个轻易便泪眼婆娑的柔弱女子，她的形象已逐渐转变为一位充满自信、风采飒爽的大女人，让人愈发欣赏。她凝视着范闲，双眸中闪烁着深深的情意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融化在了这温柔的目光里。这份爱意并非刻意迎合或讨好，而是以一种得体大方的姿态呈现，犹如两股强大的力量在相互吸引。你优秀，我也不逊色，彼此势均力敌，相互倾心。李沁的美丽并非仅仅浮于表象，并非仅仅依赖于妆容的点缀，她所散发的美丽源于一种内外兼修、自然流露的气质，仿佛是由内而外透出的清新与雅致，令人为之倾倒。第一季时，李沁因缺乏女主气质而饱受嘲讽，甚至被女配的光芒所掩盖。然而，如今她终于凭借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一场华丽的逆袭，成功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。不得不提的是，李沁所佩戴的凤冠霞帔，在古装剧中独树一帜。她头顶那熠熠生辉的琉璃凤冠，完美还原了原作中的精致设计，既显庄重又透露出丝丝华丽。在灯光的照耀下，凤冠上的琉璃闪烁着璀璨的光芒，仿佛波光粼粼的湖面，为这场盛大的婚礼增添了一份别样的光彩与用心。欣赏了如此震撼的名场面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明天一睹正剧的精彩了，那种期待之情简直难以言表。3. 各类题材轻松驾驭，李沁完成了蜕变。在漫长等待了5年之后，《庆余年2》终于与观众见面。虽然整体上延续了前作的经典风味，然而演员阵容的蜕变却成为本季的一大看点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在这其中，变化尤为显著的当属李沁。在《庆余年》这部佳作问世之前，李沁所出演的影视作品大都反响平平，即便涉足古装剧市场，也未能在其中掀起波澜。他的演艺生涯似乎总是笼罩在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之中。然而，勇于挑战自我、重新出发的李沁，在《人生之路》一剧中颠覆性地演绎了村夫刘巧珍这一角色。她毫不畏惧地画上黑黄的肤色，以土气十足的装扮亮相，彻底摒弃了曾经的偶像光环，展现了全新的演技风貌。然而，正是形象上的大胆突破，让李沁的演技迈上了新的台阶，实现了质的飞跃。紧接着，在《梦中的片海》中，她颜值再次回归，已然成为了年代剧的品质保障，备受观众瞩目。在今年的开端，谍战题材曾是公认最难涌现出爆款之作的领域，然而李沁却以其出色的演绎能力成功驾驭。他的新作《追风者》再度为观众展现了他的多重可能性，让人对他刮目相看。在剧集的初始阶段，观众的目光多聚焦于王阳和王一博的出色表现。然而，随着剧情的层层深入，李沁逐渐崭露头角，
她不仅成功塑造了富家大小姐的娇俏可爱，更将地下工作者的沉稳冷静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观众已经能够明显感受到，李沁的状态与先前相比，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和变化。《庆余年2》中，李沁再度踏入古装剧的舞台，她游刃有余地驾驭着这一擅长的题材。然而，令人瞩目的是，经过蜕变后的她所展现出的却是焕然一新的视觉享受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在第1季里，那个稍显怯懦，似乎难以与范闲匹配的林婉儿已然不见踪影，而到了第2季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林婉儿却是美得令人惊艳，宛如国色天香，浑身洋溢着自信的气息，整个人更显得优雅端庄，气质非凡。而预告中一个眼神含泪，嘴角却微笑着的镜头，又演出了林婉儿的苦尽甘来和喜极而泣。李沁的此番表现，犹如一颗定心丸，让人心安理得地期待《庆余年2》的到来。相信这部剧集必将在第1部的基础上，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，为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的视听盛宴。你是否对李沁即将呈现的表现满怀憧憬与期待呢？